青鸟其实是一种全球性网络极右翼的现象的具象化，就是从自己的认同跟认知出发，完全不管他人怎么想，一律于贬低他人来垫高自己的存在，这就是网络极右翼现象。它不见得是保守的哦，但是它绝对是激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来看一下沈博阳跟蒋万安同台啊、跟沈博阳同台有没有紧张？要不要跟他聊一下音乐？你知道音乐什么梗吗？因为沈博阳上次呢，说他可以聊莫扎特1个小时不用看稿，你看这就是所谓多边形的沈博阳。其实我古典音乐比较厉害我们就说真的吗？有多厉害？他说他曾经当过音乐导聆人，可以1个小时讲巴哈、讲莫扎特，完全不用看稿。巴哈跟莫扎特嘛，看稿然后讲1个小时。我的天啊，快疯了！而且多边形战士这种说法应该是大陆来的吧？对，这么至于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剪头发的博洋。据说绿营说他像张孝全，孝全哭了。有些男生长得帅是很锐利那种帅，好比说什么蓝正龙啦、金城武，就是很锐利的那种帅。我看着委员在儿童新乐园那张照片，我忽然觉得他有一种像张孝全那样子的性魅力，我只能这样说。本来不知道什么叫马屁，现在懂了。有问过张孝全的感受吗？我看起来像纳豆那种吗？纳豆比较帅，靠北，可悲的民进党，可悲。梁静茹还不够，连张孝全都惨遭毒手啊！吓死了。为什么我不能在这低调说？有人说金城武年轻时长得像我，真的是要吐了，有个恶心，竟然认真觉得完全不是在搞笑，恶心至极啊！侮辱张孝全啊！真的太夸张了，怎么可以这么厉害？萧旭晨是真懂音乐，他有出过乐评书的。我发现现在民进党的人很喜欢这一套，就是都要装民进党的人怎么称赞沈博阳，他会打篮球，他懂古典音乐，5分谱的大地主，对，要不是他的话就3分谱了，对，然后还讲一个什么，会看动漫，然后昨天我看沈博阳自己出来，完全弦乐社的，很可怜，乏善可陈到连我大学弦乐社我都跟你讲了。那我们就来讲一个认真的，沈博阳选台北市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实质的意义？其实我很久没有谈选举了嘛，沈博阳选台北市长的逻辑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3个点。第一个呢，沈博阳选台北市长代表背后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着沈博阳前进。那除了赖清德个人对他的喜好之外，什么造就了沈博阳的身世？你说 CIA 啊，背后有什么美国的资金等等，但是有一个关键是沈博阳是真的做到的，他在青鸟里面确实拥有相当高的人气，这一点你是不得不佩服啊。沈博阳在Twitter上面有31万粉丝，他随便 po 一个废文都是几千到几万赞，什么快速分析，中国施压下直接取消直飞许可，巴拉巴拉6000赞。深夜 murmur， 大家说我是法学博士，我确实是律师，也是台大宾州法律双硕士，但我的博士是在 UCI 社会生态学院拿的。OK， 2.6万赞。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沈博阳如何选台北市啊？台北勃起万不能安，到底什么推沈博阳前进？我跟大家讲，核心理路是什么？核心理路就是沈博阳他的网络的一个影响力确实很大。在他的圈子里，这就是赖清德要看到的东西。那接着再来，我们就要往第2点去挖，什么东西创造了他这个高大的声量跟能量？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青鸟运动。青鸟是一个非常极端但也合理的存在，因为这符合从2020以来全球民主政治的一个急剧的风潮，就是越来越加的极右化。然后在这极右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群选民，他们的图谱是什么？他们的图谱呢，从年轻到老都有，但是呢，都是相对来说容易被煽动的人群然后对现实社会不满意，所以在每个国家，它那个图谱可能构成不一样。比如说，在美国的 MAGA， 它主要来自什么？农村地区。为什么来自农村地区？因为在农村地区呢，他们找不到好的工作，
他们呢，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他们受限于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族群，可能受到了这个冲击，所以他们把问题归咎为这一些少数主义的这个移入。可是在台湾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移民社会，我们是个移民社会，但现在不是个移民社会，我们是个移出社会。说起来真复杂。好，简单来讲啊，所以在台湾不是移工来抢我们工作的问题，台湾主要什么？主要是阶级固化的问题。那这个阶级固化，它就必须要一个情绪转移的出口。民进党非常非常巧妙的区破了这个问题，所以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啊，我们的阶级固化正在加深加大。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整个经济透过大陆这个跳板，更加深度的迁入到了全世界。台湾的科技业正在加大发展，台湾的整个全球的主要是高端制造业正在蓬勃发展。而透过什么？通过跟大陆的连结，大陆买最多嘛，高强度的迁入这个整个事，因为大陆是进入了 WTO， 然后再加上大陆有推展各种的，当时是还没有 RCEP 还没正式呈现，但是推展更多，比如说东协加几啊之类的这种方式。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是全球化加大输出的年代。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因为阶级一旦进入固化状态，因为台湾的经济起飞比较早嘛，早于全球化加大的年代嘛，所以有钱的更有钱。阶级在拉开，就会很多人对社会上的不满，他需要一个出口，而这个出口什么？当时民进党就巧妙的把它引导到对中国的害怕，对中国大陆的害怕。那对中国大陆的害怕就变成这个仇恨值，所以你就会发现青鸟的意识形态很有意思，仇中、反中、恨中。那在台湾呢，因为有一个具现化的中国国民党，所以这个仇中、反中、恨中，还有可以更大的往国民党去，所以就变成一种反蓝的状况。所以青鸟就很容易变成无脑反，因为对他来讲，透过情绪来抒发是最容易的，这是全球范围内的，所以他可能是反核仔，但他是极右翼。你说反核左翼在干的吗？不对，你错了，各位，贬低别人，垫高自己，然后为自己的疯狂行为找出合理的理由，并且解释自己高人一等。过去这种人是散落在整个社会的角落，但这种人现在透过网络给串接起来了，并且他们非常非常的极有行动力。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温层会让他们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不管是在网络上当见证侠、键盘侠，还是走上街头在那边乱喷。有政客驱破了这个点之后，他就利用这群人，这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坏。所以今天青鸟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普世性的，叫做网络极右翼。为什么叫极右翼？极右翼什么？就是一种对人种的贬低性。所以青鸟是看不起其他台湾人，但他认为其他台湾人不支持他们的想法，不支持民进党都是支那贱畜。那这样的现象也让很多人尝到流量红利。所以这样的人有哪些人专门在吃这样的流量红利呢？王义川、沈伯洋、李正浩、俞北辰、葛瑞斯都是这种人啊。他讲话荒谬到极致的评论。但这股钱流在2020年之前，它还没有正式的一个浮上来。2020年因为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所以它确实得到了巨大的加持。可是蔡英文终究不是一个民粹式的领袖，所以这个力量呢，在2020年之后，它有一次爆发，就是2020年之后的6月6号，当时罢免韩国瑜有一次爆发。好，你会看到怎么会这么的极端，怎么会这么的仇恨？有没有那时候罢免韩国瑜的时候，什么起鸡啦、割舌地狱啦，乱七八糟什么都来啊？然后这个能量就运转到哪里？他要有一个出口嘛，一直在找寄生体跟出口，因为他要有一个核心的政治人物去回应他。谁回应了他？就在这个时候，2022年民进党大败，蔡英文主导的时代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赖清德2023年正式接手了民进党的党务机构，他就开始在接盘这股力量。接盘了这股力量之后，这个民粹就被赖清德给承接下来。而赖清德本来他在南部，他长期就是透过地下电台那一套来煽动民粹，那刚好对接上网络时代。虽然赖清德本人不按网络世代，但那边是有人可以把这个东西透过网络把它给打出来的，只是一开始他却操作的不是很好。所以呢，在2024年的大选当中呢，青鸟还没浮上来，但赖清德依然是用他那个非常非常煽动式的、情绪式的、民粹式的方式在说教，只是年轻人接受不到。但那个潜藏在台面下被煽动起来的反中仇中情绪的团体、极端绿的团体有没有在？还是在的。直到什么时候？沈伯洋的出现，这群人当时他不是一线政治团体，他是一个次级团体，叫做黑熊。透过黑熊学院的活动，他被串流在一起。
也捧红了他们的一个流量明星，就是89。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网络右翼。网络右翼的现象，通过网络来串联这些右翼，这些右翼又勇于上街表达，它就形成环环相扣。但他们需要一个寄生体，他们需要一个聚焦点，所以沈伯洋很大程度就在非台面上的状况下承接了这一群人，因为透过他的黑熊学院。那等到赖清德正式提名了沈伯洋之后，沈伯洋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加持，叫做立法委员。而沈伯洋因为他经营这一块已经很久了，他本来就有一群他的忠实拥趸，他以前在补习班教授的叫普马老师嘛，所以他就有一些拥趸。这些拥趸的属性又跟这些极端右翼很接近，而且他个人的思想就是个极端右翼，他个人思想就是个极端反中、反共、仇中仇共的右翼。其实他非常的矛盾的，因为他爸爸是靠红钱把他养大的。可是通常是这样嘛，你看哦，就像那些极端反同群体哦，结果后来很容易发现他的理事长是深贵。所以这个脉络你去观察，我讲的每个点你可以去观察里面，他们其实有过几次寄生的行为。比如说谁呢？苏贞昌曾经也是他们寄生行为，因为蔡英文不是这群人能够长久寄生，因为蔡英文他的本性是真的不咋激进，所以蔡英文能够俘获一部分的心，但是没有办法俘获全部的心。这群人其实现在已经大体已经又离开民进党了，他们一直在围绕着就是民进党一直在找的群体。苏贞昌曾经承担过，但苏贞昌确实他的政治魅力有限嘛，讲话很粗鲁，非常粗暴，这群人就每天在网络上吹捧苏贞昌，但是苏贞昌确实机体上没那么强大。所以沈伯洋在2024年正式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身份之后，为什么赖清德那么器重他？他终于帮赖清德对接上赖清德最合适的群体，就是极端网络右翼，然后跟赖清德既有的深绿右翼做了结合之后，嘣，一发不可收拾。这群就是所谓的青鸟的由来。你看到青鸟有老的，有年轻的，有各种串联在一起的。所以沈伯洋的出现为什么那么受到赖清德的喜好？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刚才说第一点，什么让沈伯洋极具身价？他的声量极高，但解析这个极高身价的背后，主要来自什么？主要来自他那一群非常凶猛的网络右翼，就是青鸟。而这群青鸟怎么来的？它就是一股钱流一路这样发展过来的，真的是一群网络疯狗，而且他们会蔓延到现实中。然后呢，他们透过在青鸟运动的时候，沈伯洋透过什么？沈伯洋透过新民联这一些所谓的青鸟组织，把他们给动员了起来，把他们给组织了起来，所以就把它串联了起来。这个一个串联不可思议。你说那右翼他怎么是反核呢？我告诉你哦，右翼指的是什么？只要意识形态够极端，作为缝合怪那是没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论述，他们只是理解说能不能在颠覆他们的敌人。什么敌人？就是国民党啊！国民党代表是中国势力，所以只要国民党的政策，他们都要反。好，然后呢，我就跟你讲哦，再往前推进，这是第一点。所以第一点，它的声量是来自这个。第二点，因为基于第一点我们的逻辑分析嘛，它的群体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存在。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极端的存在，他们在过去从大罢免开始燃烧起来，开始集结起来，然后在大罢免当中，他们受挫很深。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失败，所以他们依然在网络上非常活跃。而对民进党来讲，谁能拥抱这股力量，对他的政治的短期的突破是有大注意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力量就不断在网络上流窜，并且呢，主导了什么？主导了民进党的收视率啊！这群人很疯啊，他每天要看政论节目啊，他每天要看这些网络节目，他每天要看谁的直播，这样就他们不是讲道理的，他们只是讲极端，但他们不认为他们是极端，他们认为他们在执行一种正义，这个正义叫爱台湾、挺台湾。那可是这股力量已经不满足原本有一个立委沈伯洋了，因为立委沈伯洋终究是立委啊，大罢免是全台湾进行的运动啊，那这股力量要有一个承载体啊，要有一个出口啊，因此有第三点，所以沈伯洋一定得选台北市长，因为这个是青鸟运动到一个极致之后必然产生的一个出口跟结晶。沈伯洋主要出来要打泥巴战嘛，因为就民进党里面打正规战，没有人打得赢蒋万安，所以干脆找一个沈伯洋作为骑兵，奇怪的奇哈，那么说不定打泥巴战，还至少可以把蒋万安困在台北市。但是如果沈伯洋打得不够好，
会不会造成一尸好几命？第一个，他可能就先连累到新北市的苏巧慧啊，所以现在心里头最怕的人应该是苏巧慧。苏巧慧现在整个选战的节奏，我认为打得挺漂亮的，对，但是沈伯洋一来，可能把苏巧慧的选战节奏打乱了，所以现在得利的、收到渔翁之利的，应该就李四川了啦。你传给我的青鸟给沈伯洋做的，对，蒋万安那个学经历啊，对，那根本都搞错啦。对，沈伯洋第一个啦哈，沈伯洋的宾州的硕士到底有没有练？我真的在怀疑，为什么？因为他维基百科里面在宾州练硕士的期间，他确实在台北宝城补习班教书。一个人不可能像宋七力一样搞本尊分身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博士啊，对，他不是康奈尔的博士啊。那青鸟说他是康奈尔法学博士啊，乱写。第一个，康奈尔大学错的，对。第二个，他也不是法学博士啊，他是犯罪学博士啊，对，他是犯罪学博士以及法律社会博士。通常那个博士的头衔很长的，那代表什么？代表那是比较 low 的，但是他如果真的打泥巴战了哈，我们也不要料敌从宽嘛。是，如果沈伯洋本身基本上知道他的使命就是牵制住蒋万安，不让他到别的县市去，那他可能会这个选战打得很脏，就像是当年徐国勇、管碧林帮谢长廷在台北市打郝龙斌，打得很脏。后来在总统大选，他们两个人又帮谢长廷去打马英九，单那个绿卡风波就打了快3个月，一直打到选前，还传言说 AIT 的理事主席夏新要到台湾来证实马英九有美国绿卡。所以你也不要忽略，民进党里有一批人是很擅长打负面选举。沈伯洋确实很弱，但是一个人很弱，我们也不要忘了兵法4个字：哀兵必胜。如果他知道他赢不了，我可以打牺牲打，赢不了我可以打泥巴战啊。我目的就是要把选战打得很脏，打得很黑，让你蒋万安无暇去顾及别的县市，他也没有办法去问鼎2028，他2028不就少了一个最大的强敌吗？我认为国民党不要太轻敌，他针对沈伯洋还是要有一些了解。沈伯洋很多的漏洞，因为沈伯洋那时候在台北宝城补习班用铺马这个艺名去教刑法的时候，他就是在课堂上吹了很多牛嘛。对，不该吹的牛他也吹啊，所以呢，沈伯洋当时的吹牛，其实很多人都有录。他那时候一直告诉人家，他在宝城教补习班的原因，是因为他家里没有钱能够供他去美国留学，所以要赚这个留学的费用。但是后来又证明，他的老爸沈土城赚红钱赚很多啊，他们家是五分的大地主，你根本不需要去教补习班来筹出国留学的钱呐。他在教补习班的时候问题很多了，再加上他在加州尔湾去了大概半年内，他就买了他的豪宅了。他的钱到底哪里来的？这个也必须要有所交代吧，对不对？你沈伯洋跟美国之间的密切的关系，你跟索罗斯开放基金的关系，你有没有配合索罗斯扰乱两岸的金融市场？这个都需要检讨啊。你念好了，我受不了，我停不下来。沈伯洋那种福气的耳香跟厚实的耳唇换的发型，整个也露出来。虽然无关正真，但长辈看了就会喜欢。
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沈博阳加油！我操你妈的你！再看一下有多奇葩。徐小花，我完全不想骗。饶了我，饶了我。